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有才。接上期视频讲解，从漂亮的小姐姐那里买的秋葵还没有用完。之前做过腌秋葵和蘸汁秋葵，今天咱们来讲解秋葵蒸蛋的做法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还会详细讲解在蒸蛋时所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，以及蒸蛋成型的科学原理及各种心得经验。开始操作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鸡蛋3个，秋葵好几个，把鸡蛋打入碗中，开始搅拌。搅拌时注意不必把筷子抬太高，为啥呢？避免蛋液中进入过多的空气。那蛋液中进入空气后，炒出来的鸡蛋是蓬松的，还比较嫩。蒸蛋为啥就不让进空气了呢？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。用辩证的眼光来看，蛋液中进入空气后，固然可以让鸡蛋变得更嫩一点，但是也会使其变得蓬松坑洼不平，达不到蒸蛋光滑的效果。就在这稀里糊涂的废话中，我们向蛋液中加入温开水适量。我们用加水的方式来提高蒸蛋的嫩滑度，再来少许盐提供底味，再次搅拌均匀。此时可以看到搅好的蛋液表层有很多气泡，把其撇去不用，否则蒸出的鸡蛋羹表层不光滑，会有蜂窝状。我们再把秋葵放在盐水中焯烫一下，然后把其捞出冲凉并沥干水分。开始改刀，把秋葵顶端的质地去除后，把其切成厚约0.5厘米的小星星备用，然后把改刀后的小星星放在蛋液上，让其随意的自由排列。待锅中水开后开始蒸制，在其上覆盖一层保鲜膜或一个盘子，目的是防止蒸汽回流滴入碗中，从而可以避免蒸出的鸡蛋羹有蜂窝或斑点。大约6分钟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蒸蛋边缘已经全部固化，只有中心位置还有少许液体。继续开蒸，又蒸了5分钟，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了，看起来很紧实，很不错。有人喜欢这样的蒸蛋，但是我感觉蒸的稍微有一点点老，如果蒸制时间再缩短90秒，我感觉会更好。起锅烧油，待油温烧热时，挖少许热油放在勺中，依次丢入少许红椒粒、香葱花，激发出鲜料的香味后，再向勺中滴入少许芝麻油、适量生抽调咸蛋，用筷子搅匀，然后把其淋在蛋羹表面即可，搞定了。一日3餐记得按时吃饭。总结：一、经验之谈。一般来说，打鸡蛋时加入少许温水，蒸出的鸡蛋会比较滑嫩。原理是，若加入滚烫的水，鸡蛋直接就成蛋花汤了；若加入凉水，鸡蛋从液体到凝固成熟所需时间较长，所以会老，这样蒸出的鸡蛋就不会滑嫩。二、还是经验之谈。一般来说，打鸡蛋时加入的盐越多，蒸出的鸡蛋越劲道越不容易散开，蒸鸡蛋时加的水越多，口感就越嫩。若是水加的太多，蒸出的鸡蛋不易成型，且鸡蛋的口感是水水的那种感觉，不香。一般来说，水和鸡蛋的百分比从0.2到1.5这个范围内都是可以的。